好像很多朋友对混酿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昨天我拍的影片呢，谈雪茄，那是一时临时想到了，然后顺便提的东西。影片比我估计的时间还要再长一点，但是其实已经比平常的影片要短了。可是我看到许多朋友看的时间反而比较久，所以我在想说，那我就多谈一点吧，有关于混酿的道理。虽然我这个平台呢，并不是我主要的讲的是餐酒生活，并不是在讲这些太过着重于这个酿造细节的东西。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当然可以多讲。那这一期我可以提到一些橄榄油甚至提到一些酱油，甚至 whisky 等等的这种所谓的混酿或混合的过程。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今天是2月2号，初五，也是假期结束的一天。基本上呢，我从除夕到现在，我每天都有录影片吧，因为对我来讲，录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简单，我只怕讲太长，没有人要听而已。所以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说我前面会花一点时间讲一些废话，这是就好像跟人家聊天一样嘛，你一开始就切入正题，感觉怪怪的，而且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先了解某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才能够讲到后面，你才会更容易理解我在讲什么。因为直接给答案的话，你只会这一题的答案。但是如果你会知道整个流程，这个整个逻辑的顺序的话，你比较容易融会贯通，甚至举一反三。其实，在这个餐酒的世界，或者是在饮食的世界，我讲饮食包含吃喝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很多东西都是雷同、都类似的啦。你只要有一个东西搞懂了，或者是想明白了，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类推到很多东西。不过呢，当然不是所有东西可以类推的，请注意最糟糕的状况，台湾最糟糕的状况就是许多不管喝清酒，不管喝葡萄酒或喝清酒，然后来类推另外一种酒。比方讲喝葡萄酒很强的，就要类推清酒，就想当然而，因为他们认为都发酵的东西，都是酿造酒，或者是你喝葡萄酒，你就要类推啤酒，不是的。那你说我不是也类推吗？不是，因为我是类推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这三个东西我都有花很多时间去接触、去研究。单单它怎么从糖分转化成为从淀粉或糖分转化成为酒精，这个三种葡萄酒、清酒或者是啤酒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你如果怎么去类推呢？你要知道说他们在转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子的副产物。我讲副产物就包含香气，所以你如果单纯的用类推的方式的话，很容易就写出让人家觉得你完全不懂的，就自曝其短了。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大家还是要专心一点嘛。一样，我现在跟大家恭喜一下，就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了嘛。其实应该到15号了，应该到元宵了。但是我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我犯了一个蠢，就是我以为今天是迎财神的日子，因为这附近很多庙，然后有一个财神庙，听说是台湾5大财神庙之一。结果我去特别开车去的时候呢，发觉他已经迎财神是初4，初5去已经没有了，而且他们很多人都已经点那个灯了，那各种什么财运灯啊，什么有的没有的。财库灯或什么财运灯，然后有的灯点一个灯很大的一个像灯笼这样一个灯，它挂在那个庙里面，一个灯可能就要10万块钱什么的。最后我点了一个，他说没有财库金的，所以我点了一个
不是财库的前母了但是我已经来不及了嘛，因为昨天就被人家抢光了，所以我就是点了一个财库灯，一个小灯笼，然后上面写我的名字，挂在庙上面。应该讲说，那么多灯笼里面的一个某个灯笼上面会有我的名字，2000块，然后我顺便就捐了一点香油钱，毕竟台湾人嘛，宗教这些东西就是入乡随俗嘛，而且我跟他们聊天聊得很愉快，跟庙里面的人聊天聊得很愉快，然后就顺便拿了一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个是金子，金元宝。当然，这个是假的啦，这个是只是付100块钱，你就可以这边拿一个，但也没有很多个，就拿出来当做一个象征。其实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元宝，是真的元宝，那是锁在保险库里面，在银行那边。好，6分钟，我回过头来讲这个今天要谈的题目，就是说混酿的部分可能昨天那一集有得到一些朋友的回响，会让我觉得意外。但是我想，他们会觉得意外是第一个，可能在台湾很少人在谈雪茄，雪茄我还可以谈更多但是我一直觉得说那个怎么讲香烟好像不太好。我自己第一次抽烟是在我大一时候失恋，那时候躲在自己的那个小套房，因为我已经搬到外面去了嘛，大一下我就搬出去了。然后，其实我从小就会抽烟，但是我所谓抽烟不是说我从小就在抽烟，而是我小时候可能5、6岁吧，我爸爸抽烟之后，他就会拿给我让我吸一口，小朋友让吸一口。现在想一想，其实我爸真的在残害民族幼苗啊！但是其实也只有那么一口，可是我一吸，别的小孩子他本来是想逗我，然后别的小孩子都会呛得乱七八糟，就是别的小孩子指邻居啊，他们什么的，可是我不会，我抽了之后，然后还会自动就从鼻子这边出来，然后我爸那时候觉得很惊奇，就这个小孺子可教也，但是香烟有什么可教的呢？我只是觉得说，就我也不会呛到啊。我妈看到之后很生气就是把我爸骂了一顿之后，后来我又有私底下我爸爸又给我抽过2、3次，但是那个都是。不是在那段时间，是在长大的过程中。有时候我爸抽烟，我就我抽一口看看。我们家我爸不会说觉得说怎么样，他知道我不会上瘾嘛，所以我有这个潜力就对了啦。就是抽烟对我来讲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撇开健康问题不谈。但是我没有烟瘾，我国中、高中也都不会去抽烟。那第一次抽烟是我大学大一下住在外面失恋的时候。然后我去买了一包烟，那时候也不会想要酗酒，喝啤酒或什么的，因为我酒量也蛮好的。然后我就是买一包烟，躲在厕所里面，一个人在一个下午呢，再加上一些饮料什么的，一个人躲在厕所，当然那窗户都有看，因为我是住套房然后抽掉20根的烟，一包烟，抽完了喉咙很痛，然后。抽完就什么都没事了，就是这样，人就过了，事情就过了。然后后来我们养成烟瘾没有，我的抽烟就是这样而已，一直到现在，包括当兵也是一样啊。我会抽交际烟，但那交际烟的话，就是比如说当兵，因为我是军官啊，那你要跟底下的那个兵的混在一起，槟榔我不吃了抽烟白要夹一个烟节，要夹一个烟蒙，摕一个我就抽。而且我知识也不会很像什么都不懂，因为我那时候的那个排那个连那个连有100多个兵，那时候都还志愿役嘛，都义务役嘛，而且1年都2年的那一种。然后我们连上有一班刺龙刺凤，还有人讲，因为我比较严格，还有人讲说，以后我到台中，如果去台中玩的时候呢，就不要被他遇到。我当然也是跟他聊天，然后后来收营养嘛，然后就是讲是归这样讲了，让大家抽烟，
聊聊天啊什么的，抽完就算了，就不会没有什么烟瘾哦。那雪茄的部分，其实我也没有雪茄瘾，只是我把雪茄我讲过，我把它当成是一个抒发。今天我要抽雪茄，不是心情很好，就是心情很不好，就这两种状况。就心情很好，我也会抽，而且我会讲，就是我讲过，我会在我的房间里面呢，其他地方封起来，窗户是打开了，然后就抽雪茄，而且也不是半夜，有可能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听古典音乐，抽雪茄，喝一点酒，然后我会觉得那差不多1个小时时间都是我的，然后觉得很舒服。但是这样也不常抽了，但是真就是我讲说1个月了不起2根，有时候我根本都没有抽。那雪茄后来我有去研究，就发觉原来它其实它跟香烟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是混合，我们讲混酿就混合发酵之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东西，所以里面的一些眉眉角角我有稍微提了，在前一篇的这个影片里面。那回过头来讲呢，除了雪茄有这种特性之外呢，什么特性？跟葡萄酒一样混酿的特性之外，我们先把我先把一些其他混酿的东西先谈完，最后再回来谈葡萄酒混酿，特别是波尔多混酿或者是南隆河混酿，它的道理是什么？或其他国家混酿的道理是什么？除了以葡萄酒的品质来看的话，哪些东西要混酿呢？其实我在也是很早的一篇在谈这个葡萄酒的过程里面，葡萄酒或者是清酒过程里面，我就讲过这些酒类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即便不谈混酿，就是你刚酿造好之后呢，通常都还要摆一段时间，压榨不管有没有装瓶，都要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货。那14代特别强调说，它摆的过程中，它那个味道一直变化之后，它会每天试喝到觉得可以，然后才装瓶出货。这是喝14代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的，但是其实他是很坚持这样，不是只有这样，很多酒造老板也会，酒造都市也会做这种事情，因为谁都不会希望在他自己都不能确定这个产品的品质之前，就把这个东西装瓶上市出货了。只是14代它可能它的感官更灵敏，然后他就是那个高木酒造的那个杜氏藏元老板兼杜氏。另外就是说他在执行这个酿造过程中特别的讲究这些细节的部分我没有去查，因为对我来讲，你每个东西都要查，你真的是讲不完，而且我又不是他们的 promoter，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他非常注重这一块。还有好几个酒造都很注重这一块每个酒造注重的点是不一样的。那葡萄酒也是一样啊。那我之前有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说，橡木桶算不算葡萄酒的味道？算不算葡萄酒的？我们所谓喝葡萄酒里面的一环，你说算不算？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你啤酒的时候，有人听过啤酒是陈年的吗？放在木桶里面陈年的吗？你清酒如果把它放在杉木桶，因为日本是杉木为主嘛，现在有些清酒酒造也是把它放在橡木桶里面，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那个东西太容易染到那个木头的味道了。那你放在杉木，你说早年代是因为要运输的关系，木桶做成圆的比较不容易打破，你总不能放在水缸里面吧？那放在陶瓮水缸里面的话，早期是有这样的酒所以葡萄酒有所谓的陶瓮酒，它就是从头到尾，从发酵到发酵酿造，然后到不要讲装瓶，就是到它保存在这个酒窖里面。通常他们就是挖一个洞，然后把那个陶瓮是底下尖尖的，让它整个放在里面。然后这种酒呢，它有没有染到木头完全没有染到木头的味道啊，因为它是陶瓮嘛，陶瓮本身它会呼吸没有错，但是它也会带来氧化的反应。但是问题它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单宁，它只是土而已，土去烘出来的陶瓮而已。
陶瓮陶瓮哈。所以这种陶瓮酒呢，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试看。为什么？因为我始终认为那样才是真正的葡萄酒吧，因为它这全然是葡萄发酵之后产生的酒精和葡萄本身的风味嘛。你如果加上木桶放一段时间也就算了，你放长时间，然后让它去陈年，木桶里面的单宁，或是木桶造成氧化作用，或是木桶本身的气味，那个味道，好，它本身橡木桶有橡木的自己的味道啊，每种木头也有每种木头的味道。那这样过程里面，你这个酒本身不是就是它还算是单纯的葡萄酒吗？但是一直以来呢，其实我们喝到的葡萄酒，陶瓮酒是已经现在比较复古一点，才有人去做这样的酒。但是呢，在更早之前，18几年到现在19几年，19世纪、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不是很多人还强调木桶的重要，甚至要换100%的多少的旧桶，多少的新桶，他在写酿造本年度酿造的状况，他都会写这些东西。好，我今天也不谈这所谓木桶是不是葡萄酒味道的这不用争论，其实答案是，但是你讲这是的时候，这个有历史缘由在里面。我请各位有机会去找到陶瓮酒，就单纯的没有经过橡木桶的那种，你去喝喝看，喝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以后我会谈哦。那回过头来讲，就是说，今天它如果放在木头里面去陈年的话，木桶啦，不是木头，你看哦，一棵树长那么大，它即便它可以做好几个木桶，它也是要切成条嘛，还要晒，还要阴干啊，还要晒啊，然后还要用火烤做弯曲，然后用那个铜这样就把它箍起来啊，这些过程很复杂。然后这些桶子，如果每个桶子可以吃的话，每个桶子味道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即便是同一棵树、同一棵橡木树，它每个位置也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再把它酒放到里面去陈年之后，今天如果比如说老费，然后它里面有30万桶的酒，你觉得每一桶味道会一样吗？当然不会一样啊，所以一定也会遇到混合。我们不要讲混酿，就是混合。它要出货前一定会有一些混合的一些状况。至于怎么做混合，你不可能假定有30万桶，你不可能30万桶都是取一些，不可能。它一定有它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比较牵涉到，不要那么罗曼蒂克，就牵涉到一些工厂的运作的方式哦。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些比较现代作为研究的方法去谈这些东西的话，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它只能尽量不要产生误差，或者它误差范围很小，然后而且这误差不是只有铜与铜之间，瓶与瓶之间，甚至年度与年度之间，属于这个酒厂的风味呢，尽量不要散失掉。叫人家一喝就知道，哦，那是属于某一间酒厂的味道。如果你的味觉真的这么灵敏的话，当然我个人我之前表达过意见了嘛，有人找我要去什么盲饮，我都觉得无聊，因为这个坦白讲，我小时候就玩过了啦，不要再讲这些东西。你盲饮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得了青光眼，然后已经快要看不到了吗？太恶毒了。餐酒生活才是我注重的哦。刚刚讲这个橡木桶的部分呢，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还可以谈的就是说，像波尔多它的混酿，它不是只有木桶而已，它是可能有不同葡萄酒，就跟我昨天讲的那个雪茄烟叶一样，它会分区去放，然后分区去像做堆肥式的发酵哦。那最后再把它组合起来，那哪边取多少，这边取多少，然后用大片叶子卷起来呢？
那才是最正统的雪茄的制造方式。那大片叶子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卷起来，当然它本身也有风味哈。那葡萄呢？这个以波尔多为主，或者是南隆河，或者是某些区域，很多地方它都有混合葡萄嘛。我喝过最多的混合了，我忘记几种，我上次讲几种，6种还是几种葡萄混在一起的。那你会想说，为什么要混合？为什么皮诺诺它这么单纯的就是讲说，或是在波尔多右岸的圣艾美浓，或者是波亚，或者是普梅侯，它强调的是梅洛为主。波亚有没有？反正至少普梅侯跟圣艾米永是以这个梅洛这种葡萄为主。那为什么波尔多的左岸很多很强调是混酿？为什么南隆河？为什么甚至比如说像罗埃尔河啊，或者是其他区，即便是香槟，也有 Brown de Brown 或者是 Brown de Noir， 就是那种那个红葡萄白葡萄汁去混合，就是酿出来的酒去混合而成的香槟。你觉得单一葡萄才是常规，还是混合酿造的葡萄才是常规？各位可以先去思考一下，这个最后题目这结尾我再讲。我现在先讲一些有关于这个同样会混酿的东西，但是这个我就不会花很多篇幅来谈，因为21分钟了，我打算30分钟结束哦。有一个东西我还没有提的，但是我可以先讲什么东西？橄榄油，olive oil。我的门口种了一颗橄榄然后它现在在盆子里面老板是跟我讲说，等到稍微长大点，可以移植到土里面去生长。但是你知道，橄榄是比较地中海的植物，那种阳光要很强的啊，就是那种宜兰这种天气，我觉得冬天这样种，就是它活到明年，是要怎么让它保持这个？我不求它结果，我只要保持它能够茁壮就好了。因为橄榄其实不会长得很高了就再试试看吧。那回过头来讲，橄榄我们一般吃的橄榄橄榄油前面分了2种，第一种是炒菜、煮菜用的那一种的，有点像比如说葵花籽油啊、花生油啊、大豆油啊，或者是什么芝麻油啊，什么什么各种油那种一样，或者米糠油啊，它是可以做这样的炒菜用的。但是有等级好一点，所谓的冷压初榨的那种extra virgin 的这种冷压的这种油，什么冷压就是它在压的过程中，它是用石磨去磨嘛，或者用什么那种机器，尽量让它的温度是保持在低温的状态，不会去破坏掉它的香气。因为不管什么酒，只要温度一提高，不管什么酒，不管什么物质，温度提高，很多香气会不见。我不是说温度提高什么香气都没有了，而是说某些比较敏感的东西，它的香气就不见了。所以对于这种橄榄成熟了，橄榄也有很多种啊，橄榄不是只有一种而已，橄榄树有很多种，不同的橄榄有不同的名称。这个是在意大利就更明显，在西班牙那边也是更明显。所以我们一般吃，你只知道 extra virgin， 但是哪一种橄榄品种的 extra virgin 你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有研究过，我有去看一些相关的资料，而且研究了一段时间。在我的团体里面，大概也推广过30-40瓶的橄榄油，因为有橄榄油的厂商会拿橄榄油给我测试。那我非常注重的一点是这个橄榄的特性，橄榄的特性，它压榨出来的特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橄榄油新不新鲜？这一点新不新鲜呢，跟好不好，这橄榄油好不好吃是很有关系的。这跟啤酒一样，我简单讲3个字：油耗味你就知道了。如果油放久或油耗味，那个就不会好吃了。那你说我把瓶子盖得很紧什么的，那个只是加速，那个是减缓而已。所以最好
是现压那种没有多久那种是最棒的哦，油耗味。然后题外话就是我知道是有些厂商会去改日期，我梦到的哈，或者是跟你强调说过了1年没有开也没有关系。当然啦，你如果很喜欢那个品牌，然后很喜欢这个品种，然后你不买就没有办法，它没有开，那你就是买吧，就是这样子。那种 extra virgin 的橄榄油呢，特别适合是沾面包吃，法国面包、白面包，不要有任何的味道。那有人会喜欢在里面加一些 balsamico 或者是像我自己有时候我去吃饭的时候呢，balsamico 橄榄油加 balsamico 巴萨米可醋，橄榄油再加上剁碎的生辣椒，这是我的吃法。餐厅有时候会帮我准备那个辣椒籽去掉，把那个辣椒剁的碎很碎，然后撒在那个橄榄油装了橄榄油的盘子里面，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很有食欲哈。然后这样的东西呢，通常我会沾着面包这样轮流这样吃一点点，因为有的有辣，有的是单纯橄榄油，或者是单纯再加一点巴萨米口。其实加巴萨米口那个是我最不喜欢的那个方式，因为我觉得那个倒不如纯吃橄榄油。然后另外我有一种吃法是橄榄油，我沾了之后，我会如果某几年的冬季的蜂蜜品质特别好的话，它甚至浓到会结晶的那一种的呢。以前我在福寿山就买过那种蜂蜜，野生的蜂蜜，它那个蜂蜜冬蜜几乎都已经结晶了，就是有点变成有点浅黄色、金黄色、浅黄色，然后是要用刮下来的那种，把它刮了之后，沾了橄榄油，再刮了一匙在那个蜂蜜上面，不用太多，这样一吃，因为很多好的橄榄油会有一股辣的味道，还有一股青草味。青草味我前几天也讲了嘛。然后这个东西这样一吃起来，配上咖啡，很好吃，非常好吃，又健康又营养又好吃。那我刚刚提到橄榄呢，就是说，各位可以把橄榄想象成葡萄品种，然后把橄榄油想成葡萄酒一样。就是说，在某些橄榄油，应该讲说绝大多数很高的比例，类似葡萄酒一样，它是用我们说的 extra virgin 这样的橄榄油呢，它是用2种、3种可能2种、3种这样去混合在一起的。因为每一种橄榄跟每种葡萄一样，它是有特殊的味道，它们用一个六角形战士，六角形那种，这是什么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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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我再提。然后它会取不一样的东西来截长补短，但是就跟葡萄酒的混酿一样，橄榄油的混合呢，它并不是说我用3种就每种1/3，它是会取一些以某个东西为主体，然后再取一些来做混合，可能是这样子。当然你们遇到过那种就蛮均匀的也有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橄榄油很多都是混酿的，特别是你要拿来吃的那种橄榄油，不是混酿就混合的那种。你把它瓶子翻到后面来看，如果它写的很详细，特别是国外，他会跟你讲我用了哪些橄榄，然后你再去查橄榄的资料，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橄榄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它可能是属于有核果类橄榄油的那种比较偏柔软 butter 的那样的味道的，或者是说它是比较偏向青草风味，带点辣味，然后青的那个不是芒果，青的番茄的味道比较重的，它把它做一个组合，截长补短，或者是说不要讲截长补短，就是1+1大于2那种感觉，那种橄榄油就很好吃。当然啦，我也有吃过单一橄榄的所酿造的，就像皮诺诺一样，单一橄榄所压榨的这种 extra virgin 的橄榄油。那因为那橄榄，我记得叫 F 开头，那名字我忘记了。那橄榄的品质非常的好，所以他就用单一橄榄去压榨出来的橄榄油，很好吃，非常好吃。我买了好几瓶，然后后来厂商没有再进了。如果看这网站的有橄榄油厂商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帮你们试喝。
然后再找我还是有团队啊，可以要随便拿，也可以拿一些橄榄油，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反正你有在吃饭喝酒的，特别是西餐或者是日本料理的，对橄榄油的接受度都不会太低啊。有时候早上起来橄榄油弄点沙拉，那个也很好吃啊，就弄点青菜啊，弄个蛋啊，什么东西的温沙拉什么的，加点橄榄油也很好吃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用法国的白面包，就法国面包、法棍，然后去沾橄榄油这样吃，然后喝一杯咖啡，了不起再点水果，这样就是我的一餐。好，就是橄榄油有混合的方式哦。那其实，就 whisky 而言呢，它也是有混合的。各位不要把很多人把一个名词一直搞错，就是所谓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他以为单一麦芽威士忌代表就是说，好像就是用那种就是这一桶里面的某一桶它弄出来，当然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单一麦芽威士忌呢，这个我觉得在开篇幅在谈，我只是讲说单一麦芽这个是以前的瞌睡的需求，它是指的是我们所谓的 single malt， 指的是说在同一个工厂里面，因为瞌睡需求，只要从这个工厂里面出来的，我们叫做单一麦芽。其实重点还在麦芽两个字哦，麦芽这个东西，我们讲威士忌的原料，讲的虽然是讲小麦或大麦这样的东西呢，但是呢，其实大麦其实更精准的讲法是 whisky 的原料是 malt， 麦芽，所以应该讲麦芽威士忌，而不是麦威士忌。好，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异性。我前面在谈那个葡萄酒的时候，我有讲过说，给我麦烧酎而不是 whisky。麦烧酎跟 whisky 呢有什么不一样？我会问一个问题嘛。如果你的朋友号称两个都很强的，请他回答。但是我现在可以先简单透露一点答案，因为烧酎我也会花篇幅来讲，因为烧酎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哦。而且我也喝了不少，我们活动也进行不少。那烧酎呢，它就做法就跟所谓的麦芽威士忌最大的差异性就是，一个是麦芽，然后烧酎的在转化成糖的过程呢，不是麦芽它是单纯是用曲去做的，所以你看它转化过程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转化过程中，我讲过，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新的产物在里面，香气啊什么的，所以最终做出来，即便同样都是以麦子为基础去做出来的，味道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虽然说现在某些烧酎的酒造卖烧酎的酒造，它用学 whisky 一样用各种桶子去盛放，但是呢，我个人是喝过一些，我是觉得还不成气候了。当然，现在有没有改进我不知道，因为烧酎对我来讲是比较遥远的东西哦。特别是这几年，我已经开始比较少喝了。但是烧酎、烧酒呢，其实在日本是比较多年轻人在喝的酒，相较于清酒来讲。那我讲 whisky 它不能讲，你讲混酿也对啦，但是有些厂是有些那种独立，他去买这个大的酒厂酿出来的桶子原酒桶买回来之后，从哪边买回来之后，他可能搞不好还会再做调和调配，然后再用自己的桶子去进，然后再进呢可能用什么雪莉桶啊什么什么桶去进，然后标榜，然后这就变成他们等于是二手那种感觉，自己在做出自己的 whisky 的风格，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哦，就是它只是。那就有一点混酿的概念哦，这应该讲混成的概念，成年的成，然后他截长补短，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风格。那最后又回到我刚刚提的话题，就是说，那我们也要问啊，那桶子算不算 whisky 的麦芽威士忌的原本的味道？在没有用桶之前，我是不是可以用？陶罐更早发明出来嘛，来制作这种高酒精度的蒸馏酒，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我印象中我没有喝过没有桶子的 whisky， 这我也蛮好奇的。
好，我要做一个结论了，就是说回到关于葡萄酒的这个混酿啊，特别是波尔多酒的混酿的话，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葡萄酒的经济学。经济学为什么？因为不论他们多有理想、多有抱负，就像台湾的小农很有抱负，你最终难道你看到客人笑眯眯说你东西很好吃，你就觉得我肚子也饱了，小孩子的学费也有了，然后这个我的房子贷款也都没有了？不会，你你要兼顾，就是说除了要弄出好东西之外，你也希望能够赚到钱。所以我讲葡萄酒经济学，其实你可以把它扩展到就是小农的经济学，或者是所谓农产品的经济学，或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经济学。目的就是说，你也要赚钱。你说我比较清高，我赚钱摆第二，这摆第一，这我也没有意见。但是你总不可能赔钱吧，对不对？所以我之前很早前看过一篇文章，这是外国人写的，就是说他写的这个真一语惊醒梦中人。就是我当时看到他提到说，混酿其实当然有很多好处，他详列了一大堆点，很多点我之前都提过了，截长补短啊，或者创造新的味道啊等等的。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说对于早年代的这些很早年代科学还没有那么昌明的这个年代呢，酿造酒呢其实是一种很容易失败的酒。就是说，如果他把所有的心力投注在一种葡萄上面去酿造的话，万一那一年的，因为每种葡萄的抗性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抗寒，有的比较不抗寒，有些呢喝起来就是比较香味比较浓，有些就是比较有 body。那每种的风格不一样，有些比较抗菌，有的比较不抗菌。你如果每次都要看天吃饭的话，你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所以所谓的混酿其实是另外一种思考之后不得不为之的结果，就是说我宁愿酿好几种葡萄，然后用组合的方式去组合出我要的酒出来，那就是混酿。但是这个同时规避一个风险，就是说如果只单一个葡萄园、单一种葡萄的话，万一那一年的气候，或是万一你这个有病虫害，或是怎么样子，造成这个结果的状况不佳的时候，那我不是收成都没有了吗？所以混酿有混酿的经济学，有从经济学角度来切的话，它其实就像买保险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不禁想到，就是说像我有看过某很有名的酒厂的酒，特别是波尔多的，你如果有兴趣去查帕克啊，或是相关的资料，某些酒厂今年跟去年、大前年，甚至20年前，它每年的葡萄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就混酿的葡萄比例不太一样的。那你说他们是因为想要做出他们要的酒吗？所以才会这样做吗？还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呢？讲不得已有一点夸张啊，就是说他可能发觉今年这个葡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用这个东西去补充。因为无论如果他们都是葡萄，而且是差异性没有那么大我印象中我好像没有喝过 Cabernet 去混合这个 Pinot Noir 这样子的葡萄酒，因为两个差异实在太大了。那其他的，比如说像波尔多的主要的几个酿造品种，像 Cabernet Sauvignon、Merlot，或者是 Petit Verdot 小维多，还有 Malbec， 还有一个叫做Mourvedre 啊，我不太会念好像5种吧。它这些东西，我讲红葡萄，它就是会截长补短去酿造，基本上都是以Cabernet 为主了。那其他的部分就会看状况去加。还有一个 Cabernet Franc， 好像没有 Mourvedre， 好像是 Cabernet Franc 为这个，因为 Cabernet Franc 是跟 Cabernet 是很像的葡萄品种，然后去做混酿。混酿有很多种啊，包含这个酱油也有混酿的啊。我所谓混酿，就是说这边酿好，这边酿好，然后搞不好有黑豆的，搞不好有一般的豆子那种的，然后再去做混合调和。那我也讲过，调和最后都是要回到和平的那个和，也就是它达到一个
至少是一个心目中完美的境界，而不是把它倒在一起而已。用一个简单的话做结论，鸡尾酒算不算是混酿的酒？鸡尾酒算不算是这种广义的混酿的酒？而且它混酿的酒还不是只有酒而已，它虽然有基底酒，但是它其实还会加上各种，包含果汁，包含 Tabasco， 对不对？番茄汁，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它算不算是一种混酿的酒？只是不用陈年而已，对不对？这个很多东西可以去思考的。好，时间不要拖太久，因为超出10分钟了。这个标题就讲混酿的意义这个有关混酿的经济学原理，还有你所不知道的混酿世界。我觉得最让你可能会觉得惊讶的就是，橄榄油原来是多数橄榄油是以混酿为主 ，extra virgin 也是一样。你要看到单一橄榄油、单一品种橄榄油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比较低。我不是说没有，比较低。那跟品种都有关系。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新年快乐！周五，明天开工了，希望大家都顺利、平安健康。